大家好啊，我是于超。明慧网刚刚点名道姓批评我了，我们来看一下明慧网的文章。通告：有些早年混入大法学员中，打着法轮功学员名义的，一直公然混淆视听，自我标榜，甚至公开攻击师父，诋毁明慧网。现住在美国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于超，就是这样的不好的生命。真修的大法弟子都不要再听再看，再给中共特务和他们一直利用着的坏东西以任何市场。明慧编辑部2023年8月17日。其实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就是逐条辩解的必要。我觉得在2023年8月份被明慧网点名的批评其实是一种荣誉。自从2021年8月30号明慧网登那篇什么于某曾某不点名的这个含沙射影的诽谤我，一直到现在2年了，将近2年了吧。明慧网终于就是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了，因为他一直也是很苦恼。因为你说如果不说于超这名字吧，那么好像是打击力度不够，如果说了于超这名字呢，于超又为人所知，所以呢对他来说就是苦恼。其实假如我真的是坏的，那你的这个批评其实应该早就点我的名，让我广为人知。因为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衡量好坏嘛，人人都有自己那个良知，都能分辨好坏。那么你之所以怕别人知道我的名字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别人一旦知道我的名字，然后看到我的这个自媒体，他们就会认为我说的是对的，所以这是你最顾忌的地方。那现在呢，你呢认为自己还有一定的这个合法性，就是在这个网页上公开的去点我的名儿，你似乎还认为就是说你说谁是好人，大家都认为他是好人；你说谁是坏人，大家都会认为他是坏人。你在2000年、2001年前后，你的确是有这样的这个一言九鼎的这个地位。那当时给你投稿的也都是包括我在内的这些人。那么在23、24年之中呢，你把这个法轮功的修炼逐渐的给变成一个就是这个求灶王爷送子观音，再加上一些就是胡黄白柳的就是有求必应的这种东西了。然后呢，所以呢，我不认为你还能有当年的那种威望去让别人就是认为你说谁好谁就是好，你说谁不好就是不好。那么在你这篇文章里边呢，其实就是从头到尾吧，你在和我的这种争论之中，你从来都没有回应过就是我提出的质疑。实际上我在最近的这个自媒体的节目里提出的质疑已经非常明确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师父在一些事情上的决策和做法都是错的。我作为弟子呢，我认为也有充分的这个权利提出这样的这个要求和要求师父来加以解释。这个如果提出这种要求就被称为公开攻击的话，首先我认为这并不是公开攻击。你把这个称为公开攻击，我觉得直接说明你或者是师父实际上知道自己做的其实并不对，因此呢也就没法正面回答就是我在节目中提出的这些其实都不算质疑了，因为质疑还有个疑嘛，对不对？就是还有疑问，我都没有疑问了，我就觉得那事儿就是错的。彭友泉就是不应该捧席也不应该捧，然后什么公开诉姜，然后收集就是学员的那些个人信息，老人孩子的信息全都被收集上去，然后那些信息又不知下落，也不知道谁访问过，这些事情都不该做，所以这谈不上是质疑了。这个就是我认为做的不对的事情。那么现在明慧网呢不回应我的这种
这个质疑吧，估计还说是质疑，然后只是呢给我扣一个帽子，清华大学毕业生于超就是这样不好的生命，然后呢中共特务和他们一直利用这个坏东西，所以在这个上下文中，我于超就是中共特务和一直被中共特务利用这个坏东西。我就觉得这个法轮功修炼核心是真善忍，而那个明慧网呢，它的这个是法轮功最核心的网站，这样公开的这个诽谤啊，然后说假话呀，我觉得其实是法轮功这个被明慧网确立起来的这种主流修炼的一个公开的这个破产，可以说是，就是说你这篇文章出来了，你所声称的那个好和声称那个不好就彻底破产了，是这样的。其实这也就是2年多以前我跟你说，我说不要批我，如果一旦批我的话，对你的这个声誉会造成严重的这个影响。因为就是我并不是说我是完人，不是这样的，我有很多这个缺点，但是问题在于现在被你批评的这个根本原因在于我说了真话，不是因为我那些缺点，不是因为那个我的那个 PTSD 啊什么的，实际上你这样的文章加深了我这个 PTSD， 我觉得是就是创伤后综合症嘛，构成了我这个精神上的创伤。那么就是说我不是完人，然后呢然而被你批评的这个原因呢，并不是我的那个缺点，而恰恰是我坚持真理说真话的这些这个行为和思考。所以呢这就是我对你这个通告的一个回应。我觉得就是被你确立起来的这个法轮功的这个修炼到现在为止事实上已经破产了，这是一个破产通告，我倒觉得是，这不是说通告我是什么人。其实你知道吗，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说任何话，首先表达的并不是他所说的那个人或者那个事儿是谁，首先表达的是他自己是谁，这个对于每个人都是适用的，你这篇文章实际上首先表达就是你是谁。那么我得出的结论呢，就是你所这个自诩的以真善忍自居的这些实践破产了。那么今天我的节目先做到这儿，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